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九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视频啊。前几天呢，我们首发带来了 vivo S17 ID 方面的一个视频啊，简单跟大家聊了一下山海青它背板这个新工艺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做一期补齐项的视频啊，其他实测啊都给大家带来，而且 Pro 版我们也收到了2台都是山海青，这次还有一个冰白玉啊，也非常漂亮。大的 ID 设计环节我们就全跳过了啊，有2个小点作为补充。第一个就是你猛的一看啊，这 Pro 版和标准版啊长得都差不多，但是镜头模组的部分是不太一样的。Pro 版呢新加入了一颗长焦镜头，1200万的啊，它旁边的这颗闪光灯是往上移了那么一点点。然后第2个小区别呢，就是标准版它镜头模组的抬起来的这一块呢，它是塑料材质，而 Pro 版呢是一个玻璃材质。你单看其实真的没什么感觉，但是放在一起的话，确实会觉得Pro 版的这个质感要更好那么一些。其他基础配置这2台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打出来。好，再说一下它这次的智慧闪光灯，因为它是有2个闪光灯啊，不管是 Pro 版还是标准版都有啊。为什么说是智慧？因为它会自动根据环境来去调节色温。我们打到常亮的话，在镜头里面可能不明显啊，它现在打了一个非常暖的光，因为我们的整个摄影棚的这个光是偏冷一些的，它做了一个补充。如果推进的话它会自动根据光线的变化，这个灯的色温会有一些变化，这个环境灯做的也比较大，和镜头外圈是基本一样的。如果你在拍一些比较近的静物的时候啊，这个灯还是有一些作用的。直接进入影像环节啊，这是他们的基础配置。在主要镜头上面，其实相对于上一代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啊。这个前置呢还是5000万的这个 JN1 2.76英寸的底，然后后置的主镜呢是 IMX766，一个老朋友了啊，带 OS 的光学防抖。除了长焦之外呢，广角这次发生了一点点小变化。之前它是一个120度的超广啊，这次呢是108度，理论上呢它视野收窄了一些，画质会变得好一点。我们直接来看实拍。这次 S17 Pro 增加了2倍的人像镜头啊，人像模式下默认使用2倍，进一步可拍特写啊，退一步可拍半身啊，不用和主摄一样怼得太近，日常使用也肯定比主摄裁切画质要更好啊，弥补了上一代的不足。但这就很不适合和小姐姐拉近距离的情况下使用了。扯远了啊，先看小姐姐人像模式下，无论是1倍还是2倍，vivo对于肤色的处理主观要更好看一些啊，显得白皙漂亮。到了更暗的场景，就是开启柔光环的时候了。这次加入了色温调节嘛，所以可以根据环境自动调整。vivo表示在柔光环内塞下了2冷2暖啊，一共4颗 LED 啊，通过精细控制每颗 LED 的功率啊，实现无极的色温调节。拍摄小姐姐的时候，可以用来打亮脸部的暗区啊，起到美肤遮瑕的效果。毕竟多帧合成再强，你也强不过有光，对吧？同时在暗光的室内啊，比如 KTV 里面，也能够拍出肤色比较自然的效果啊，避免因为环境光导致面部染色。不过要是用的较久啊，需要让 LED 休息一下啊，降温才能继续使用。vivo 新增了柔光胶片模式啊，利用柔光环的补光啊，搭配滤镜模拟复古相机的成片效果。同时柔光环也支持其他滤镜，拍摄的时候选择开启。大家觉得哪个滤镜下的小姐姐是比较好看的？除了以上场景，这个柔光环也可以让美食看起来更加可口一些啊，毕竟暖光让食物看起来更加好吃。而在光线较冷的情况下，柔光环的补光可以让照片的颜色更加协调舒服。这组样张4周的碟子啊，不会太过冷艳。回到日常 ，S17 Pro 的风格就是饱和度和对比度调的都要稍高一些啊，样张看起来会更加立体通透啊。比如这组vivo 的灯泡质感看起来要好一些，拍摄霓虹灯的时候色彩保留也是更好的。不过在拍摄天空有的时候会感觉用力过猛，这个蓝色显得有些不太真实了。到了光线复杂的室内， vivo 也可以很好的保留色彩。这组迪士尼3眼仔摆件的绿色皮肤可以很好的还原。但是这组优衣库的样张里白平衡的表现就偏冷了啊，而且它还有一些较重的锐化，在拍摄这些毛绒玩具的时候也缺乏一些质感啊。我们常说的感觉有一点扎手。同时因为较重的锐化，在夜景的观感上，目前版本也有一些欠缺，比如这组人行天桥的地面，这 vivo 的细节表现就不太行了。不过在大多数场景下，蓝场的夜景色彩还是不错的。这组夜景的共享单车vivo 也很好的保留了地面的砖块和隔离墙的色彩。简单总结 ，vivo S17 Pro 作为主打人像拍摄的手机，在人像这方面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啊，这一直都是 vivo 的强项。2倍的加入弥补了上一代没有长焦的不足啊，白天和夜景发挥的较稳定啊。不过当前版本锐化确实较重啊，还有优化空间。性能方面核心配置基本也是没变啊。大哥 Pro 呢还是天玑的8200，标准版这边呢是骁龙的778G。我们一起来看吹库。
纸面娱乐素88万加，无线逼近89万，是几款8200机型里面最高的啊。CPU 上 K376单核1198啊，多核3549。此时情况又出现了反转啊，17 Pro 又要略低于其他8200的机型了。落地实际表现，王者高清120，平均帧率118.9帧，平均波动3.9，平均功耗4.8瓦啊，最高温度42.2摄氏度啊。单看功耗的话啊，确实高了一些。好在游戏过程中还算稳定啊。当然还是要说啊，这个买这个手机，游戏就不是它的重点了，轻薄拍照才是它强调的。日常续航，小白视频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51%啊，数据库排名倒数啊，这几乎和上一代表现一致。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，很遗憾啊，这台机器并没有坚持过去，极限直到关机，最后它坚持了4小时零55分钟，稍微领先于上一代啊。不过这个成绩在数据库中排名也靠后了。回看一下整个测试环节，主要原因还是在视频录制以及原神环节耗电量过高，而且原神由于发热还出现了降亮度的情况当温度达到46摄氏度时啊，亮度拉满也仅能维持在240尼特左右。充电方面，实测10分钟充入30%，52分钟全台充满，没有涓流，值得点赞。不过4600毫安时的电池搭配80瓦的快充啊，这个速度还是慢了一些。最后考验软件综合调教的20管应2轮打开，总功耗时124秒，只有王者出现了预加载的情况，而且它也没有碰到什么杀后台的情况，在数据库中总体表现中等。指纹识别啊，它的位置也是比较靠下的啊，一个短焦。解锁上面是没啥问题的，全黑屏的情况下，直接往这一摁就可以解锁。听懂式的双扬器 FC 啊，这些配置也都有。正面这块屏幕啊，我们放在最后讲了啊。之前呢，它是一个1080p 的，这一次升级到了一个6.78英寸的曲面的 1.5K 的屏幕，也是支持120赫兹的。而且就近期我们拿到的机器来说，它的曲率其实还不算小，也就是曲面的这个面积啊，是比较宽的，所以划过边缘的时候手感特别爽，但是两侧也会有偏绿和偏暗的这个问题啊，这个是全屏的一个通病啊。边光的控制上，这次还是值得点赞的，基本上做到了两边等宽，就是顶部和两侧是一个尺寸，下巴稍微宽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也很有限，因为它两侧是一个收弧处理，所以在视觉上你两侧感觉比顶部要更加的窄一些。提醒大家注意，这次全系都是塑料中框啊，而且它两侧收的都很窄嘛，所以这个塑料中框呢，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突出的感觉。线下大家可以去握持一下啊，这种双向大弧处理，无论是视觉上还是手感上面，真的是非常简薄啊。OK， 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，我们都已经第一时间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啊，跟其他同类型的机器做对比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一点帮助，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不过这年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